嗨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我要来讲一个超级好听的故事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要听什么故事好呢？想想哦，有了，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特别、很特别的故事。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鹿哦。它经历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而且还从里面学到了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大道理。听完这个道理，你们也会变得更聪明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看小鹿住的地方。他家旁边有一片好大好大的草原，上面长满了那种看起来就超好吃的青草。哇，想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可是这个草原其实有点危险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会有很凶的老虎狮子躲在草丛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小鹿最喜欢的其实是旁边的森林。森林里面虽然好吃的草比较少，但是有很多很高很高的大树，就像一个很安全的城堡一样。只要一有危险，小鹿就会咻的一声，用它超快的速度在树林里跳啊跳的，这样坏蛋就抓不到它喽。故事就从这一天开始喽。这天太阳公公笑眯眯的，天气超级好。我们的小鹿呢，正在草原上很开心的吃它最喜欢的青草午餐，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呢。它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，你们猜发生什么事？原来有一只毛茸茸的土拨鼠，啵的一声从它的洞里面探出头来，结果刚好就跟我们的小鹿脸贴脸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睛都瞪得好大。结果他们两个都被对方吓了一大跳，然后一起放声大叫。哇，我们的小鹿真的吓坏了，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跳得好快耶！他什么都没想，转身拔腿就跑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完全没有在看路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跑，我得赶快跑啊！他就这样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都快没力气了，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有一片长得好像森林的地方，他心里想：哇，太好了，是森林，我安全了。然后就二话不说，赶快冲了进去。哎，等等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那里真的会是森林吗？嘿嘿，答错喽。那里根本不是森林，而是一座种了好多好多果树的果园呢。小鹿一跑进去，就闻到一股，哇，那个味道又香又甜，真的好好闻哦。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啦！小鹿忍不住抬头看了一下，发现树上挂了好多果子哦。可是它太矮了，就算跳起来也吃不到。那怎么办呢？它只好低下头，用它灵敏的鼻子闻啊闻啊闻，跟着那个最香最浓的味道走过去。结果就在草地上被它发现了一颗圆圆的、颜色黄黄绿绿的果实。哇，这颗果实看起来也太漂亮了吧！而且闻起来又这么香。小鹿心里想：天哪，这一定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了。所以它就张开它的大嘴巴，想都没想，啊呜，一大口就给它咬下去了。结果就在下一秒哦，小鹿发出了一声超级超级可怕的尖叫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难吃？它的叫声真的好大，大到连果园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哎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吃呢？明明闻起来那么香啊！原来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个奇异果的皮上面有很多毛毛的，结果刺的小鹿的舌头好痒，好不舒服。而且第二个原因更重要，就是这颗果实已经放太久，熟到都快烂掉了，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呢，就酸酸的、苦苦的，还有一种很像感冒药水的味道。总之，超难吃的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一颗难吃的果实，我们的小鹿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哦。
这个教训就是不可以以貌取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东西或是一个人的外表，就决定它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好吃的还是难吃的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今天这个不可以以貌取人的道理，其实在故事里出现了2次哦。第一次是什么？对，就是那颗闻起来超级香，结果吃起来却超难吃的奇异果。那第2次呢？你们想到了吗？没错，就是那只突然跳出来，好像很吓人，但其实只是想打声招呼的土拨鼠邻居嘛。而且啊，小鹿后来才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哦。他想起来，土拨鼠平常在地上挖洞的时候，其实会帮忙把土翻松。土松了之后呢，草就会长得更好、更茂盛。所以说，土拨鼠其实是在帮小鹿种更多、更好吃的草诶。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可怕的敌人，而是个超棒的好邻居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。现在换你们动动小脑袋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也是不能只看外表的呢？比如说，有些书的封面看起来好像不好看，可是里面的故事却超级无敌精彩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其他的例子吗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看看哦。